大兄弟，别关门，救救俺！以前在村里跟着爷爷当兽医，接过猪牛羊的生，治过鸡鸭鹅的病，这辈子做梦都没见过会说人话的雪豹。俺难产快不中了，山里就你一个人类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！我叫陆潇，本来一边跑外卖糊口，一边跟着爷爷学土兽医手艺。2年前，爷爷突然晕倒住院，家里砸锅卖铁，还差5万手术费。走投无路时，我刷到昆仑山守山员招聘，月薪10万，能预支5万工资。我立刻报了名。小子，把这带上，指不定哪天能用上。我交了手术费就上了大巴，谁知半路遇上雪豹。等我醒过来，大巴和乘客都不见了，手机也黑屏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药香把我带到了平行世界的昆仑山。这破山没信号也没电，我试过无数办法想回去，都徒劳无功。后来我干脆躺平了，做起了守山人。小子，医生这行救的是命，不分人畜，万物有灵，你伸手拉一把就是积德。爷爷，我该管吗？可是我只给牛羊接生过，雪豹能一样吗？救救俺！你清醒一点，别睡，我来救你。胎动已经很微弱了，必须尽快把孩子生下来。左为男，右为女，头朝下，脚朝上，横位必死，斜位可救。6只崽，最前面那只个头最大，胎位不正，横在产头口，把后面的全部毒死了。得抛，不抛，一个都活不了。可我只在猪牛羊身上练过手，万物皆有命数，能不能活，看他造化。别乱动，我在救你。我的娃。爷爷说缝牲口针脚要密，漏一针都得烂。大兄弟，你救了俺雪梅和6个娃的命，雪梅这辈子都忘不了你的恩情，以后俺这条命就是你的。你叫1毛，你2毛，最小的这个就叫5毛吧。山里好多弟兄都被那些人的陷阱伤了，就连最厉害的熊牛王也踩中钢索陷阱，好几天没露面了。那些人就是那些山外人，还带着铁夹子和枪。山外人。大兄弟，俺们得回山里了，以后有事儿，你对着雪山喊俺的名字，俺立马就来。路上小心，照顾好孩子们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家里没什么吃的。别搁那儿比划了，你那破刀绣的跟烂铁片子似的，能看懂个啥？麻溜的，跟姐走。山里所有老兽医都治不好俺家那口子，只能赌你这人类了。走？上哪儿？我认识你吗？你就让我走？你撒开，我喘不上气儿了。熊牛，你先把人放下。大哥，你别怕，这是我最好的闺蜜熊妞，她没有恶意。她老公熊牛王踩中钢索陷阱，昏迷5天了，山里没人能治，都火烧眉毛了，哪有功夫慢慢说？你至少让我穿个鞋呀，脚要冻掉了。俺脚底皮毛厚，光脚跑30里都扛得住，你个人类金贵。大哥再忍忍，等救了熊王，我给你叼最软的兽皮做鞋，抓紧了。前面冰坡滑下去快！啊！慢点，要撞树了！我的娘哎，这哪是救人，这是玩命啊！别叭叭，跟紧！我的个亲娘嘞！抓稳了！
这熊的力气也太吓人了，再颠下去，我没等救白云王，先把自己颠死吧。大哥，恁没事吧？别磨蹭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不对劲儿，平时这片山可热闹嘞，今儿连个鸟叫都听不见。确实太安静了，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。怎么突然慢了？地上有那些人挖了陷阱坑，踩错了会出事儿。前头有小崽子搁这摔断过腿。这些痕迹太奇怪了，不像是野兽弄的，也不像是自然形成的。爷爷，我现在跑还来得及吗？各位长老，俺把能救俺家雪墩的人类带来了，就是这小子，在雪窝子里救下了难产的雪梅和6只小崽子。他的医术是真中，要是没有他，俺们娘7个恐怕都活不成。人类，就这弱小子能救我们熊王？雪梅体型小，和雪墩天差地别。他能救雪梅，未必能救身负重伤的雪墩。更何况伤雪夺的也是人类设的陷阱，我们凭啥信他？长老，我就是个土兽医，只给老家牲口治过病。熊王这么金贵，我没把握，万一救不好。你这小子咋这么怂？俺都瞅着你救雪梅了，必须试试。俺家雪墩已经昏迷5天，再没人救就没了。救好了，俺们熊族护着你吃香的喝辣的；救不好，俺可不管你啥土兽医，给你扔出去喂野狼，别想着跑。我可以试试，但我真不敢保证能救活。真的？老熊爷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就是啊，你说句话呀！熊爷，您别生气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召开族内会议，听听大家的意见，再决定是否让你救治雪墩。这是熊族之王的性命，容不得半点差差。都安静！雪墩是我们熊族之王，如今身负重伤，这人类说能救他，可人类向来狡诈，那些山外人的恶行，大家也都看见了。到底要不要让他试？今天咱们当众议一议。我反对，人类都是骗子。那些人把雪墩伤成那样，这小子说不定和他们是一伙的。要是让他靠近雪墩，万一趁机害了雪墩，咱们怎么向熊族交代？完了，这下没人信我。要是议不成，我真要被扔去喂野狼了。我觉得可以试试。雪墩已经昏迷5天，气息越来越弱，咱们族里没人能治。与其看着雪墩等死，不如让这人类试试，死马当活马医。俺也觉得能试。黑壮，你别总揪着人类的坏不放，人也分好坏，这小子不一样。你懂什么？雪墩是王，岂能让一个人类随便摆弄？要是出了差错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俺负得起。要是救不好雪墩，俺陪他一起喂野狼。各位熊族的朋友，俺能作证，这人类的心是善的，医术也真中。他给俺接生的时候手法可稳了，完事儿以后还给我调养身体。要是真能救雪墩，就算冒险也值得。可万一救不好……好了，别争了，雪墩的性命容不得耽搁。既然熊妞愿意担保，那咱们就给这人类一次机会。我给你立个规矩，若是能救回雪墩，熊族奉你为山林贵客，以后全力护着你。若是救不活，我答应你，我拼尽全力救雪墩，但我真的不敢保证一定能成功。带他进洞，让他看看雪墩的情况。真要是救不好白熊王，我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。但愿爷爷传下的手艺能管用。体温也高得吓人，再这样下去，撑不过今晚。神医，俺家雪墩咋样了？人类，雪墩的情况到底如何？你直说，我们熊族承受得住。要是你敢糊弄我们，我第一个不放过你。他被钢索勒伤后，伤口没有及时处理，已经严重腐烂发炎，引发了败血病，加上高烧不退，现在已经陷入深度昏迷，气息微弱。可这里没有抗生素，只能靠草药，难度极大，我没有十足的把握。
我只能拼尽全力，但万一……申姨，快，他快不行了，你快救救他呀！等等，族里仅存的草药，这2天给雪墩消炎已经所剩无几，不一定够你说的后续治疗。不急，我先看看伤势。各位，熊王的情况比我预想的更严重。你们看，钢索残片牵得极深，已经扎进骨头缝里，周围的肌肉和皮肤彻底坏死。要是不彻底清香，甚至截肢，腐烂会蔓延到全身，到时候就算有草药，也回天乏术。截肢不行，俺家雪墩是熊王，一旦残了前掌，不仅没法统领熊族，连捕猎自保都难。神医，你再想想办法，别截肢行不行？人类，你是不是故意夸大病情，想趁机忽悠我们？说不定你根本就不会治，只是想拖延时间。我没有夸大，雪墩现在高烧不退，败血症已经开始蔓延。要是再犹豫，别说截肢，就连性命都保不住。而且，我需要3种稀缺草药：冰片上的雪莲花、崖壁上的千年黄芪，还有山涧里的墨叶兰。这3种草药配合起来，才能勉强控制感染。再加上我爷爷传下的药膏，才有把握完成手术，保住他的性命。这3种稀缺草药必须去深山险地寻找，而且雪墩撑不了太久，我们最多只有1天时间。事不宜迟，立刻分工。熊妞，你带领3只年轻力壮的熊去冰原寻找雪兰花。黑壮，你带2只熊去西山崖壁寻找千年黄芪。雪梅，你熟悉山林地形，带雪梅族群去山涧寻找墨叶兰。老兄爷放心，俺们一定尽快招齐草药，不耽误雪墩的治疗。雪墩撑不撑得到明天，就看能不能找齐草药了。可是就算找齐了，手术的成功率也不足30%。我要是失败了，撑住，一定要撑住，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不好！别急，熊族的孩子都经得起风雪考验，再等等，他们一定会回来的。老熊爷，陆神医，咱队遇到暴风雪了，幸好跑得快，雪莲花没丢。真是晦气！崖壁上的积雪突然滑落，差点把俺们埋在下面。好在草药没耽误。陆神医，俺们把墨叶兰找到了，没耽误事儿。陆晓，东西都齐了，雪墩情况危急，全听你安排。不能出错，药膏的配比至关重要，这是控制感染的关键。一旦配错，雪墩就彻底没救了。不能再等了，必须立刻手术。熊妞按住后腿，雪梅按住前肩，老熊爷举火把照亮伤口，谁都不能松手。雪墩儿，你撑住啊！大哥放心，俺死都不撒手。这一下要是偏了，骨头碎了，就真的没救了。完犊子，碎渣太小了，嵌在骨髓里，普通镊子根本够不到。碎渣取不出来，感染永远好不了。雪墩儿，你醒醒啊！你不能丢下俺，你醒醒啊！醒过来，快醒过来！我不能让你死！你骗我们，你根本就不会治，是你害死了雪墩，我要你给他偿命！等等，他动了，雪墩的爪子动了！雪墩儿，你醒醒！
俺以后再也不跟你吵架了，再也不抢你的蜂蜜了。恩人，谢谢你救了我们熊族的王。他是伤口感染引发的中毒性休克，毒素随着黑血排出来了，但后续至少需要10天调理，绝对不能乱动，更不能吃生冷油腻的东西。记下了，记下了。说了不能吃生肉，你想让他伤口再发炎吗？俺看他受了心疼嘛。哎呀！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，我来。哎，别闹了！你给我过来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南边山坡上出事了，好多血！带路！陆神医，快点儿！就在前面，那只大马路流了好多血。好，这鬼地方到处都是盗猎者的陷阱，别跑太快，小心踩空。停，有陷阱！是盗猎者新布的，看来他们最近一直在这一带活动。俺前几天路过这儿还没有呢，他们肯定是冲着鹿群来的。快走，别耽误了！别动，我是来救你的。别碰俺，滚！你们人类都不是好东西。老实点儿，这是救了雪豹和熊王的陆神医，不是害你的那些杂碎。神医，俺不信，人把俺的鹿群赶散了，还设陷阱害俺。要不是俺跑得快，早就被他们剥皮抽筋了。大兄弟，你别害怕，陆大夫真的是好人。俺奴产的时候，就是他剖腹救了俺和6个娃。你伤得这么重，再不治就没命了。钢丝绳勒断了肌腱，再晚来12个小时，这条腿就彻底保不住了。而且伤口位置靠近大动脉，取钢丝的时候稍有不慎，就会引发大出血，当场没命。那能治不？俺们能帮上啥忙？能治，但有个大问题，他失血太多了，现在极度贫血，身体太虚弱，根本撑不过手术，必须立刻输血补血才行。各位，他是你们的族人，现在急需输血救命，有没有愿意献血的？要抽一点点，不会影响你们的健康。俺们不信任人类。为什么？上个月有个人类假装受伤，骗俺们过去帮忙，结果他突然拿出枪，打死了3只小鹿，还抓走了2只母鹿。俺们逃了3天3夜，才摆脱了他们。从那以后，俺们再也不敢相信人类了。再拖下去他就死了，你们难道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首领死在这儿吗？他是你们的首领？是，这是俺们的鹿王。3天前，盗猎者带着枪闯进了草场，见鹿就抓。鹿王为了掩护小鹿们往山里跑，故意把盗猎者引到了这边，结果踩中了钢丝陷阱。俺要是死了，让花瑶带着鹿群往冰原走，别回头，别管俺了。鹿王，俺们不能丢下你。爷爷，您说过，医生不能见死不救。没有输血条件，我只能用草药强行提升他的气血，风险很大，可能会加速他的死亡，但必须试一试。这药劲儿这么大，他能扛住不？只能赌一把了。他现在气血亏得太厉害，不赌也是死。慢点喝，喝了药就好了。熊妞，按住马路王的后腿，别让他乱动。黑壮，按住他的肩膀，千万不能松手，不然剪刀扎到大动脉就完了。好。有陌生人进山了，3辆铁车正朝这边开过来。
最多半个时辰。他们开得很快，车上还扛着黑色的长家伙，看着像枪。这群王八蛋，俺去跟他们拼了！站住！你现在出去就是送死。他们有枪，你皮在后能挡得住子弹吗？哎，那咋办？眼睁睁看着他们过来，鹿王还在手术台上呢。别慌，熊妞，你带2只熊去把路口堵上，用石头和树干堆成路障，能拖多久是多久。黑壮，你留下来帮我按住鹿王，手术马上就好。再忍忍，马上就出来了。大哥，不好了！那些人不止3辆车，后面还有2辆，他们带着麻醉枪，已经快到山脚下了。糟了，比预想的来了还快。唉，好了，伤口处理完了，但他现在还很虚弱，不能移动。那可咋办啊？那些人马上就来了，要是被他们发现鹿王，肯定会把他抓走的。有办法了，那边灌木够密，能藏住他。黑壮，帮我把鹿王抬到灌木丛里藏起来。老陆，你带着鹿群往北边的密林里撤，那里地形复杂，他们找不到。你在这里好好待着，别出声。等我们把那些人引走了，再出来。雪梅，你去通知熊妞，让她别硬拼，把路障堆好就撤回来。我们往熊洞方向走。好，你们快走吧，注意安全。走。大哥，路障堆好了，估计能挡他们1刻钟。好，大家都进洞，把洞口封死，只留一道缝隙通风。记住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，都不要出声。老大，前面的路被石头堵死了！废物，放开！给我仔细搜！我就不信那些畜生能跑到天上去！他们走了。太好了，他们终于走了。这群王八蛋，下次再让俺碰见，非把他们的车拆了不可。别大意，他们这次没找到我们，肯定还会再来的。我去看看鹿王怎么样了。别动，伤口还没愈合，恢复的不错，再过几天就能走路了。恩人，谢谢你救了我的命，要不是你，我今天肯定死在那些人手里了。不用谢，救死扶伤是我的本分。不，这份恩情我必须报。从今往后，我的鹿群就是你的护卫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我们都会跟着你，保护你。从今天起，你们3个就跟着陆神医，他让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谁敢伤害他，就是和整个鹿群为敌。7个陷阱全拆完了，我在旁边都刻了叉号，你们回去提醒大家绕着走。这群盗猎者真能藏。天快黑了，回熊洞吧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西山断崖那边出事了。别急，慢慢说，出什么事了？我在西山断崖下发现了盗猎者的营地，他们有好多人，还有好多枪。我偷听到他们说要抓一只纯白色的雪狐，说能卖几百万。纯白色的雪狐，那可是百年难遇的变异品种，盗猎者肯定疯了。这群挨千刀的，俺这就带熊族去把他们赶跑。对，俺也去，把他们的铁车都砸烂。等等，先别冲动。雪雕，他们现在在哪儿？在断崖那边，他们把白狐逼上断崖了，白狐已经没地方逃了。大哥，咱们要去救他吗？去的话，盗猎者有枪，我们很可能会有危险。可是不去，白狐必死无疑。爷爷，我该怎么办？为了一只素不相识的雪狐，让大家跟着我冒险，值得吗？大哥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再不去，白狐就成他们的皮大衣了。保护珍稀物种，人人有责。我去。大哥，俺陪你去，那边地形俺熟，没人比俺更清楚。俺也去，俺皮糙肉厚，能挡子弹。不行，人多了反而容易被发现。
你们目标太大，容易暴露，雪梅带路就行。恩人留步。老兄爷，您有什么事吗？白狐和咱们没啥交情，你犯不着冒这么大的险。爷爷教我，救的是命，不分亲疏，万物有灵，能救一个是一个。可是，那你们一定要小心，如果遇到危险，就对着雪山喊3声，我们立刻赶过去。谢谢您，我们走了。终于到了，白狐在哪儿？你看，在那儿。唔好過嚟！你哋人類都想捉我，我寧願跳落去。別怕，我是來救你的，我不是壞人。我唔信你人類 plan 子，只會捉我們去煲皮賣錢。你看，我是兽醫，專門給動物治病的，這是肉乾，沒有毒。你先吃點東西補充體力。大妹子，你別害怕。他真的是好人，安之前难产快死了，就是他救了安和6个娃。我先把你救下来，再给你处理伤口。謝謝你，大哥，繩子繫好了，很結實。好，你在上面接應我。你的後腿被碎岩片割傷了，筋腱也斷了一部分。我得先把石頭撬開，再給你包紮，可能會有點疼。我唔怕痛，你嚟啦。我用銀針當撬棍，一點點把石頭撬開，你千萬別亂動，不然會更疼。嗯。再堅持一下，馬上就好了。好了，傷頭包紮好了，等下課之後，我再給你開點消炎藥，過幾天就好了。多謝你，唔係你，我今日就死喺呢度啦。不用謝。我說過，我是來救你的。血迹到这儿斷了，他肯定掉下去了。不可能！我要見狐，死要見屍，繞下去找，一定要找到他。老闆說了，誰找到白狐，賞10萬塊。點算？佢哋要發現我哋啦！別怕，別出聲，他們看不到我們的。媽的，跑哪兒去了？都給我仔細找，就算是挖地3尺，也要把他找出來。这死狐狸能跑哪儿去？这么高的崖，掉下去早摔成肉泥了。老板说了，找不到他，咱们都得喝西北风。行了，别吵了，继續往下搜，說不定掛在半崖上了。對唔住，都怪我連累你啦。別說話。大哥，他們走了，你慢慢下來。知道了。對唔住，我仲以為你係壞人，我之前還對你咁咪用。沒事，沒事就好。傷口又裂開了，回去之後不能亂動，得好好養着。恩人，我有件很重要嘅事要告訴你。什麼事？我知邊個係內鬼。什麼內鬼？內鬼？啥內鬼？盜獵者點會知每一處野獸聚集地？每次退來掃蕩，都能精準到巢樹，連最隱蔽嘅雪豹洞都明姓面。山入面有隻豺狼，一直偷偷同佢哋報信。你確定嗎？我親眼見過，半個月前嘅一個晚上，我出嚟找食㗎，飲到一隻豺狼，偷偷溜進咗沼者嘅營地。出嚟嘅時候，嘴裡叼着一大塊肉乾。當時我冇多想，後來每次盜獵者來，都能精準找到。我才意識到不對勁。那隻豺狼長什麼樣子？你能認出來嗎？能，它的左耳缺了一塊，尾巴尖是白色的，很好認。北尾釵，竟然是他！你認識他？何止認識，那家伙在山裡名聲可臭了，平時就愛偷吃崽子、搶獵物，不少動物都被他害過，大家都躲着他走。沒想到他竟然跟盜獵者勾結。現在還不能確定，沒有確鑿的證據，我們不能冤枉任何一隻動物。這件事先別聲張，我自有分寸。我們先帶雪狐回熊洞。大哥，你們可回來了，擔心死俺了。白狐咋樣了？傷得重不重？我沒事，謝謝關心。快躺這兒，這兒暖和，俺去給你煮點肉湯補補身子。真好啊。是啊，自從你來了之後，山裡好久沒有這麼熱鬧了，大家都把你當成了家人。奇怪，剛才明明感覺有人在看我，難道是我太緊張了？
你也没睡着啊？总觉得不对劲，好像一直有人在盯着咱们。我也有这种感觉，而且不止今天，这几天一直都有。还有，最近盗猎者的陷阱越来越隐蔽了，专门针对不同动物的习性设计。你详细说说。捕熊的大铁夹子藏在落叶堆里，上面还盖了一层新鲜的草，熊瞎子根本看不出来。套路了钢丝绳，设在最狭窄的兽道上，那是鹿群每天必经之路。甚至还有一个专门针对雪豹的弹射套索，藏在悬崖边的岩石缝里。要不是我发现的早，五毛差点就踩上去了。普通盗猎者不可能这么了解每种动物的习性，他们肯定有内线，而且这个内线对山里的情况了如指掌。是白尾钗，一定是他。还不能确定，不过我们可以设个局试探一下他。雪梅，我昨天在西山发现了一大片稀有草药，有雪莲花和千年黄芪，够咱们用大半年了。我准备明天独自去采一些回来。西山那么远，还那么危险，你一个人去行吗？要不俺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人多了反而目标大，我自己去就行，很快就回来。果然是他。看来贝微柴已经将假消息告诉了盗猎者，他们中计了。我要赶紧回去告诉陆骁。大哥，果然是白尾蛟，俺亲眼看见他往盗猎者营地跑了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我就知道，同是山里的生灵，怎么就帮着外人害自己同类呢？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俺现在就去撕了他。对，俺跟你一起去，把他的窝都给端了。别冲动，直接抓他，他肯定不会说实话。咱们设局，让他自己把尾巴露出来。咋设局？我已经故意在熊洞门口说要独自去西山采草药，让他把消息传给盗猎者。你们两个埋伏在路边的雪堆里，我在必经之路上设好陷阱，等他带着人自投罗网。陷阱？俺们熊族只会用石头砸人，简单。我用牦牛毛搓成细绳，拴住一块松动的石板。西山那边有天然的深坑，上面铺层薄雪和树枝，盗猎者踩上去，直接掉进去。中，就这么干。黑壮，你和熊妹埋伏在路边的雪堆里，等我信号。放心，只要他们敢来，俺一爪子就能拍扁他们。俺也一样，敢来害大哥，俺让他们有来无回。都藏好了，别出声，他们最多半个时辰就到。知道了，俺的拳头都痒了。妈的，为了一个破兽医，老子大清早的就往山里跑。等抓住他，先打断他的腿，看他还多管闲事。别废话，赶紧埋伏好。啊！有陷阱！不好，中计了！还想跑？白尾柴，你往哪儿跑？白尾柴，你为什么要联合盗猎者抓捕动物？为什么要助纣为虐？我再问一遍。为什么要当内鬼？他们要杀我崽儿，把我3个崽儿关在铁笼子里，说我不帮他们带路，就把崽儿都弄死。你说什么？你的幼崽被盗猎者抓了？是，半个月前我出去找吃的，回来就发现窝被抄了，3个崽儿都不见了。后来盗猎者找到我，给我看了崽儿的视频，说只要我帮他们盯着你，帮他们找动物们的聚集地，就放了我的崽儿。我也是没办法呀。我就那3个崽儿，他们要是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我知道我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你救过那么多动物，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崽儿死啊！原来是这样，那你咋不早说啊？俺们可以帮你救崽儿啊！我不敢，我怕你们不信我，更怕盗猎者知道了，先杀了我的崽儿。那你也不能帮着他们害自己人啊！你看看鹿王，看看雪墩儿，差点都被他们害死了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每次看到你们受伤，我心里都跟针扎一样。可我没得选啊！万物皆有灵，谁都有自己的难处。他们在哪儿？你的幼崽被关在什么地方？在盗猎者营地最里面的那辆铁皮车里，他们每天只给1顿剩饭，崽儿们已经瘦得皮包骨了，最小的那个腿还被铁丝勒伤了，一直在流血。熊妞、黑壮，我们得去救他们。大哥，这2个杂碎咋处置？要不俺把他们扔去喂野狼？对，喂野狼，省得他们再害人。不行，杀人犯法，
先不用管他们，这洞这么深，他们一时半会儿爬不上来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救那3只小宅楼。可是盗猎者营地有好多人，还有枪，咱们就这么去，太危险了。再危险也得去。幼崽是无辜的。白尾柴，你对营地最熟悉，给我们带路。恩人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救我的崽儿，我白尾这辈子猪牛猪马都报答你的恩情。别这样，救死扶伤是我的本分，你也是被逼的。只要以后不再帮盗猎者，好好保护山里的动物就够了。放心，俺跟你们一起去，俺皮糙肉厚，能挡子弹。俺也去，俺一拳能砸扁他们的脑袋。不用这么多人，人多了容易暴露。就我、雪梅、熊妞跟白尾柴去。好。黑壮，你回熊洞保护好幼崽们。为啥不让俺去？俺也能打。那里更需要你。熊洞是我们的大本营，不能有任何闪失。好吧，那你们一定要小心。要是遇到危险，就对着雪山喊，俺立马带人过去支援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出发，争取天黑之前赶回来。前头就是盗猎者的营地了，他们有8个人，4个拿猎枪，4个拿麻醉枪。营地门口有2个哨兵，每隔1个时辰换一次岗。现在是什么时间？刚换完岗没好久，下一次换岗要等1个时辰。那咱们现在冲进去，直接把铁皮车砸开，把崽儿抢出来。不行，硬冲太危险了，他们有枪，万一伤到幼崽就麻烦了。我们得趁他们不注意，偷偷摸进去。那咋进去啊？门口有哨兵看着呢。你看，营地西侧有一道铁丝网，那里有个破洞，应该是他们平时扔垃圾用的。我们从那个破洞钻进去，然后直接去铁皮车那里。对头，那个破洞我晓得，就在铁皮车旁边不远。白尾柴，你带路；熊妞，你跟在我后面，负责掩护；雪梅，你盯着哨兵的动静，一旦有情况就摇树提醒我们。要得。中。我先进去，然后是白尾柴，熊妹最后。动作轻点，别发出声音。谁在那边？别大惊小怪的，这山里晚上到处都是野兽。也是，真他妈倒霉，大半夜的在这鬼地方站岗。对不起。崽儿，我的崽儿！别冲动，会被发现的。崽儿，爸爸来了！别着急，我这就放他们出来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谁在那里？啊，好疼啊！救命啊！这儿有熊！不好，被发现了，快走！别让他们跑了！开枪！废物！一群废物，连几头畜生都抓不住！一群废物！怎么样？救出来了吗？救出来了，就是有点虚弱，还有一只受了伤。崽儿没死了，爸爸在嘞，再也没人能伤害你们了。哎呀，这小可怜，瘦的都只剩骨头了。俺去给他们煮点肉汤。这个甜，给他们吃。除了最小的这只后腿被铁丝勒伤了，其他2只就是营养不良，没什么大碍。那他的腿能治好吗？会不会留下后遗症？放心吧，能治好，只是伤口有点发炎，我给他清理一下，上点药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别怕，有点疼，忍一下就好了。轻点儿，恩人，轻点儿。放心，我会小心的。伤口有点深，得好好包扎，不能沾水，也不能让他乱跑。恩人，我白尾以前做了那么多坏事，害了那么多同类，您不仅不怪我，还救了我的崽儿。我白尾这条命以后就是您的，您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快起来，别这样，只要以后不再帮盗猎者，好好保护山里的动物就够了。我发誓，以后我再也不会帮盗猎者做任何事，我要用我的命人来赎罪。好，不过要想赎罪，你得先帮我做一件事。别说一件，10件100件都行，您尽管吩咐。你对盗猎府的行动规律了如指掌，我需要你当我的线人。他们下次什么时候进山，多少兵力，带什么装备，你提前告诉我。没问题，我这就去打听。对了，恩人，我还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您。什么事？盗猎者接下来有大动作，他们在等一条大鱼，
据说是山外的一个土豪点名要活捉一头白牦牛，出价200万。他们已经在准备装备了，过几天就去冰原抓白牦牛。活捉？他们要白牛干什么？那个老板姓钱，人称钱老板，做房地产的，有钱得很。他得了怪病，听别人说白牦牛血能治病，一头白牦牛能放3年血，每个月抽1罐子，掺在药里喝。钱老板说了，花多少钱都行，只要能找到白牦牛群。放3年血，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俺们熊族最恨这种歹毒的人。白牦牛是昆仑山的生物，老一辈都说它们通灵性，不能伤害，否则会遭天谴的。那还等啥？咱们赶紧去找白房牛群，告诉他们有人要害他们。对呀，他们在哪儿？白牦牛群的具体位置？我听光头男说，在鹰沼涧上面的冰原，海拔5000米以上，空气稀薄得很，人类上去连气都喘不匀。陆大夫，你该不会想上去吧？大哥，你身体还没完全缓过来，高原反应可不是闹着玩嘞。必须去。盗猎者很快就会动手，咱们得赶在他们之前找到白牦牛群，告诉他们有危险。俺陪你去，俺体型大，能给你挡风挡雪。你目标太大了，容易暴露。雪梅陪我去就行，她对地形熟。那总得带个能打的吧？万一白牦牛不讲理，一头把你顶飞了咋办？我带了药箱，就是最好的通行证。白尾柴，你说的白牦牛王叫什么名字？北风。我听光头男说，他是整座昆仑山最强壮的牦牛，一对牛角能撞碎冰壁。钱老板点名要的就是他，说他的血最纯。白风，我记住了。大哥，你脸色不对劲，嘴唇都紫了，要不歇会儿，俺去给你找点血水。不用，等找到白风再歇。高原反应能要人命，可我不能倒。百年牛群还等着我去报信。盗猎者那帮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白风要是落在他们手里……大哥，你听，是白牦牛群？不知道，但不管是什么，肯定不小，咱们小心点儿。哇！终于找到了白牦牛群。大哥，你咋样嘞？能动不？没事儿，卡住了，够不到，太深了。别急，我想办法。您是白风白首领吗？这位是陆大夫，就是他救了熊王和俺的，他是来报信的，有人要害您。你就是那个救了熊王的人类？是我。你是白风？是。有人要抓你，盗猎者，他们要在你身上放血治癌症，点名要活捉你。你得赶紧带着牛群转移，他们有大铁笼子，有麻醉枪，还有很多很多人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我的哨兵3天前就发现了那些人的踪迹。他们以为自己的伪装天衣无缝，但在冰原上，没有什么能躲过牦牛的眼睛。你知道有人要抓你，为什么不躲起来？这里是白牦牛的家园，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千年。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站在同一片冰原上，从来没有因为害怕就逃跑过。来不及了，他们来了！目标在1号区域，爬堆弹准备，老板要活了，谁抓到那头最大的，奖金翻倍。别冲动，他们有麻醉枪，还有铁笼子，你冲上去就是自投罗网。难道让我眼睁睁看着他们抓我的族人？不会的，你听我说，冰原右侧有一道天然冰墙，上面挂满了冰凌，你让牛群全部撤到冰墙后面，用牛角敲击冰墙，能制造雪崩。下崩？你确定？相信我，你要是不信，让牛群先撤，我留在这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他们要跑，追，快追！别让那头最大的跑了！雪梅，你绕到他们后方制造动静，吸引注意力。
能拖多久拖多久。交给俺了。所有人跟我一起撞！3、2、1。掉头，掉头，掉头！快跑，快跑！怎么样？我说能行吧？人类，你救了我的牛群，从今往后，白牦牛一族视你为兄弟。兄弟，好。恩人，恩人，他搞反嘞，得赶紧把他送到低海拔的地方，再拖下去会出人命嘞。跟我来，我知道一个地方能救他。这是哪儿？我的洞海拔4200，比冰原低800米，你的身体能扛住，喝下去能缓解高反。谢谢。不用谢，你救了我的命，我救你一次，公平。大哥，这是白首良让人去采的抗缺氧草药，说是牦牛族的秘方，吃了能缓解高反。俺跟着跑了老远的路呢。这是昆仑山特有的雪灵芝，爷爷的药箱里也有一包，但早用完了。你的人情欠大了，又是救命又是采药。我让人去山下接熊妹和黑壮上来了，你在这里养几天，等身体好了再说。你的腿怎么了？旧伤，很多年前的事了。雪崩时被断裂的冰锥砸的，一直没好利索。让我看看。不用，小伤不碍事。我是兽医，看伤是我的本分，你让我看，我就当你还我人情了。这是爷爷传下的霍雪花鱼膏，专治陈旧性跌打损伤，贴上去能缓解疼痛，长期用能把粘连的肌肉慢慢松开。我没剩几贴了，这是最后一贴。你给我治伤？你救了我，我帮你看伤，公平交换。我说了，我是兽医，看伤是本分。恩人。怎么回事？人类大夫，救俺的翅膀废了，飞不起来了。恩人，这只金雕在山里名声不太好。名声好不好，跟我治不治病没关系。这不是摔的，你的羽毛在掉多久了？半个月前俺开始掉毛，一开始没在意，以为是换毛，后来掉的越来越多，翅膀越来越使不上劲儿，飞一会儿就得歇半天。你找谁看过没有？找过山里的老换大夫，他说是换毛期，正常现象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可是俺没好，越来越严重，现在整只翅膀都秃了，再也飞不起来了。俺是金雕，飞不起来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大哥，这只金雕叫铁翼，是昆仑山空中的霸主，但他性格孤傲，从来不跟任何地面族群来往，还经常抢别人的猎物。俺的崽差点被他叼走过，要不是俺拼了命护着。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现在他病了，我是兽医，不能见死不救。这不是同普通换毛，是真菌感染引起的羽腰炎。如果不及时治疗，这只翅膀的羽毛会全部烂掉。铁翼这辈子都别想再飞了。爷爷以前给村里的鸡治过这种病，是真菌感染，需要硫磺粉和苦参熬水清洗，再配合药膏外敷。可是硫磺粉和苦参都不多了，得省着用。能治，但需要连续换药7天，而且你的巢穴必须保持干燥通风，不能再淋雨雪。我得看看你巢穴的环境适不适合恢复。不能去俺的巢那边有什么？你巢里有什么不能让我看的？恩人，既然他不愿意，你也不必强求。金雕一族向来独来独往，不领人情也是常事。不是不领情，是俺巢里有。铁翼，我是来帮你的。你巢里有什么，说出来，我或许能帮上忙。俺巢里有3只雏鸟，是俺捡的，不是俺的崽，但俺在养它们。你养雏鸟？你
你铁一不是最讨厌呆仔的吗？你以前抢别人猎物的时候，可没少欺负呆仔嘞。俺知道俺以前不是东西，可那3只雏鸟不一样。俺是在盗猎者营地附近捡到它们的。盗猎者营地，具体怎么回事？半个月前，俺正在空中盘旋找吃的，突然听到地面传来微弱的叽叽声。我飞低了一看，盗猎者营地旁边的垃圾堆里有一个摔碎的笼子，笼子旁边散落着3只灰扑扑的雏鸟，浑身没毛，冻得瑟瑟发抖。母鸟早被吓跑了，连影子都看不到。俺本来想把它们当点心，那时候俺翅膀已经开始掉毛了，飞不动，抓不到猎物，饿了好几天。可是俺飞到他们跟前，看着他们张着嘴朝俺要食的样子，俺硬是下不去嘴。俺也不知道为啥，可能是他们太可怜了，跟俺一样可怜，俺就把他们叼回巢里养着了。啊，所以你藏着掖着，是怕别人知道你铁翼也会心软。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。带路吧，去看看那3只雏鸟。你真要去？俺里巢在悬崖半腰上，你上得去吗？上得去上不去是我的事儿，你带路就行。俺飞不上去。不用你飞，你指方向，白风送我上去。恩人，你确定？悬崖上风大，我的体型爬不上去。不用爬，用绳子。雪梅，你去找熊妞，让它搓一根够长的牦牛毛绳子。白风，你找一块稳当的崖顶岩石当锚点，我们把人从崖顶往下放。大夫，俺以前抢过雪豹的猎物，还吓唬过马路的小崽子。俺不是好鸟。我知道，我也不是好人。以前跑外卖的时候还跟顾客吵过架呢，谁还没个过去？大哥，你要从崖顶往下放，太危险了。要不俺去吧，俺皮糙肉厚摔不。你太沉了，绳子撑不住。我轻，我去。好，绳子系好了。恩人，我检查过，很结实。你们在上面慢慢放，我跟铁一确认过位置，巢在崖壁中间那块突出的岩石下面。我到了之后会摇绳子，你们就停。大哥，你小心点儿。这是中毒，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鬼烟果，怎么会是这个？这是昆仑山特有的毒物，外表像野葡萄，果核含有剧毒生物碱，成年动物闻一闻就知道不能吃，但雏鸟不懂，看到颜色鲜丽的果子就会啄食。鬼烟果的毒能麻痹神经系统，雏鸟吃了轻则瘫痪，重则丧命。这只死掉的就是吃了太多，毒性发作没救回来，这是神经毒素的典型症状。甘草水是爷爷传下的解毒方，能中和一部分生物碱，但能不能救回来？嘴短而厚，呈钩状，爪呈对食形，2指朝前，2指朝后，这是猛禽的特征。这2只雏鸟的嘴型和爪型像是……这是猫头鹰的雏鸟，铁一养的是猫头鹰的崽儿。大夫，雏鸟咋样嘞？还活着没？2就活着，1只鸟没救回来，你喂它们吃了什么？俺不会抓虫子，就叼那些红果子回来喂它们。俺觉得果子治水橘，好吞咽。那果子是不是有毒？毒还不小，你以后别喂那个了。我先带这2只回去，你的巢穴太湿了，不适合它们养病。带回那儿？熊洞，我那里暖和，能照顾它们。大夫，谢谢你。俺不知道怎么谢你。先把翅膀治好再说吧，你好了才能养活它们。大哥，你吓死俺了。呼吸虽然还是很微弱，但至少没有继续恶化。走，回熊洞，晚上还得再喂一次甘草水。
大哥，这啥玩意儿？长得也太丑了，跟秃毛鸡似的。猫头鹰。猫头鹰？铁翼一个金雕养猫头鹰的崽儿？这不是养着养着就养进肚子里了吧？你可别瞎说。铁翼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对这3只崽是真上心。俺亲眼看见他叼着果子飞回巢里，自己饿得皮包骨，果子全给崽儿了。鬼眼果的毒性很强，他们能撑到现在已经是命大。明天如果不再抽搐，就有希望。大哥，铁翼一欠真的不是好东西，吓唬过安利哉，要不是他现在翅膀坏了，俺肯定不会让他靠近熊洞。我知道，但你看他在巢里养着别的鸟的崽，自己饿着肚子也要喂它们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也不是坏透了的。我爷爷说过，皆有善念，走兽飞禽各有各的难处，不能拿人的道德去衡量畜生。他们做的每一件事儿，说到底都是为了活命。铁翼以前抢猎物，是因为他独来独往，没族群帮衬，不抢就得饿死。现在养雏鸟，是因为他在那3只小家伙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大哥，你这个人啊，就是心太软了，看谁都可怜。不是心软，是将心比心。应该能活，明天再熬一副补气血的药，兑在肉泥里喂它们，把体力补上来。大哥，你睡吧，俺帮你守着。你不恨铁翼了？恨归恨，但崽是无辜嘞，跟俺的崽一样，都是当妈的心头肉。这是饿了。大哥，给剁碎了喂那2个小东西，光喝奶吃不饱。你不是最讨厌铁翼吗？怎么还帮他养崽？俺不是帮铁翼，俺是帮你。你忙前忙后累成这样，俺看着心疼。大夫，俺能进来不？过来，给你换药。7天之后，你的翅膀就能恢复。到时候你带着崽走，还是留在熊洞，你自己决定。大夫，俺以前不是好东西，你为什么还要救俺？因为我是兽医，兽医的职责是救命，不是审判。谁该不该活，不是我说了算的。大夫，谢谢。好了，明天换药的时候我再检查。记住，这几天不能沾水，不能用力扑腾翅膀，就老老实实趴着养。俺知道了。铁翼，俺问你个事儿，你以前为啥老抢别人猎物？你那么大一只金雕，自己抓不着吗？俺小时候被猎人打伤过翅膀，飞不快，别人能抓到了猎物，俺抓不到，不抢就得饿死。那你也不能抢带崽的呀！你不知道当妈的护崽有多拼命。俺知道，可那时候俺饿疯了，顾不了那么多。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以后不抢就行。是猫头鹰，但声音不对劲儿，像是很着急。大夫，那声音会不会是来找崽的？人类，俺知道俺的崽在你手里，把崽还给俺，要不然……这只猫头鹰的状态不对。你别激动，你的崽确实在我这里，但他们差点死了，我救了他们。你要看的话，我带你去看。你骗俺！人类都是骗子！你们烧了俺的窝，打伤了俺的翅膀，现在又想骗俺的崽！我没有骗你，你的崽在熊洞里，旁边还有一只金雕，是那只金丢在盗猎者营地附近捡到你的崽，叼回巢里养的。你的崽吃了毒果子，差点死了，是我把他们救回来的。金雕会救俺崽？你跟我来看就知道了。崽，俺的崽，俺以为你们都死了。你的窝是怎么被烧的？是盗猎者干的？半个月前，俺正出去找吃的，回来就看见窝着火了。那些人举着火把，把俺的窝点着了，还朝着俺开了一枪。铅弹打进俺的喉咙里，俺拼命飞才逃了。可俺的崽，俺以为崽都被烧死了。这铅弹必须取出来，如果不取出来，感染会蔓延到食道和气管，你会死。你能帮俺取？能，但需要你配合，会很疼，你得忍住。来吧，俺忍得住。手要稳，心要静，宁慢勿快。恩人，谢谢你。恩人，俺有件事要告诉你。俺半个月前在盗猎者营地上空夜巡的时候，看到了盗猎者的纵账本。什么账本？盗猎者营地的头目每天晚上都会在一个红皮本子上写字，俺从树梢上偷看过很多次。你都看到了什么？仔细说。本子第一页贴着一张图，上面用红笔圈出了好多地方，
熊东、雪豹的窝、白牦牛的冰原、马路的操场，全都被圈了。10几个字，很可能是入冬前必须完成全部订单之类的指令。后面的每一页都画着表格，左边是动物，右边是数量。俺看到白牦牛旁边写着城市3，雪豹皮旁边写着城市5，鹿茸旁边写着城市。那个名字你能写出来吗？或者比划给我看？钱老板，果然是同一个人。还有，本子最后几页写着很多地名，俺只认得几个，什么南城、北城、东海，每个地名下面都画着箱子，箱子上写着数字。这根本不是零散的盗猎，而是一个有组织、有预谋、按订单偷猎的犯罪团伙。账本里不只有抓捕计划，还有销售渠道和客户名单。只要能拿到这个账本，就能把整个团伙连根拔起。那个账本现在还在营地里吗？在，俺前天夜里还去看了，就在头目的帐篷里，一个铁皮箱子里锁着，但箱子有密码锁，俺打不开。你能带我靠近那个营地吗？不需要进去，只要能看到帐篷的位置和哨兵的分布就行。能，俺对那边的地形熟得很，夜里带路没问题。大哥，你疯了？盗猎者营地那么多人，你去不是送死吗？我不进去，我只是去侦查，摸清情况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大夫，俺跟你去，俺的眼睛比猫头鹰尖，能看清营地里的动静。好，猫头鹰带路，铁翼空中放哨，我在地上摸进。雪梅，你留在熊洞，照顾好雏鸟和幼崽。那你小心点，遇到危险就跑，别逞能。放心，我跑得比兔子快。到了，前面就是盗猎者营地。戒备这么严，硬闯绝对不行，得想别的办法。大凡看到帐篷顶上有个透气孔，用纱网封着嘞，不大，但能通进去。多大？能伸进去一根管子吗？大概有脸盆那么大，伸管子没问题。这是爷爷当年给发狂的牲口用的，人吸进去能睡死2个时辰，对身体没害处。如果能从透气孔把药粉吹进去，等帐篷里的人睡着了，就能进去拿账本。俺爪子灵活，可以抓着锤战，悬停在透气孔上方。俺在空中放哨，有人靠近就报警。好，明天夜里行动。今晚先回去准备工具。黑壮，你去熊洞后面挖来一种粘性极强的黄土，和白尾蔻一起搓成细长条，晾干后当吹箭的管身。雪梅，你去叼来几根空心草的茎秆，当做吹箭的内管。大哥，你这是要做啥？吹笛子啊？做吹箭，把安神药粉吹进帐篷里，等里面的人睡着了，进去拿账本。那得吹多远的距离啊？你能吹那么准吗？不用恶吹。猫头鹰爪子灵活，让它爪着吹尖，悬停在帐篷顶的透气孔上方，从上面往下吹。药粉是粉末状的，一吹就散，能均匀地落在帐篷里。俺的喙能叼住吹箭，爪子也能抓住。只要风不大，俺能稳在半空中。这药粉的剂量我算过了，够让3、4个成年人睡死2个时辰。记住了，行动的时候一定要顺风，不能逆风，不然药粉会被吹回来，我们自己先倒了。俺今晚在空中就报警，一有动静就报警，俺的眼睛夜里也能看得清。好，雪梅，你在营地外围接应我。如果我被发现了，你制造点动静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给我争取逃跑的时间。大哥，你放心，俺拼了命也会护着你。别说拼不命的，谁都不会死，我们只是去拿个东西，拿了就走。帐篷里的喊声变了节奏，从粗变得绵长，药效发作了。钱老板，你醒醒，出事了！有哨兵说看到营地外面有动静。钱老板，你醒醒！什么味儿？这帮废物连熏香都点不好。大夫，营地外围的哨兵刚刚换岗，有30秒的空窗期，快走！爷爷，
您教我救的是命，万物皆有灵，不分人畜。现在有人要害这些生灵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这是盗猎者的账本，上面记录了他们的抓捕计划、销售渠道和客户名单。他们是有组织、有预谋的犯罪团伙，背后有一个叫钱老板的人。他们不仅要在昆仑山抓动物，还要把爪子伸向其他地方。从今天起，我要和盗猎者正面对抗，但不是硬拼，而是智取。恩人，俺们听你的。大哥，你说咋干就咋干，俺们把命交给你了。大哥，俺们信你。白风，你带白牦牛群守在冰原入口，用冰雾和冰墙做第一道防线。熊妞、雪墩，你们带熊族在山道两侧设伏，用滚石和荆棘封锁道路。铁翼，你带金雕族在空中巡逻，发现盗猎者的动静立刻报信。放心吧，大夫，我的眼睛尖得很。猫头鹰，你带夜行鸟类在夜间侦察，重点盯着他们的营地。白尾巢，你负责传递消息，你对地形最熟，哪里都能钻过去。要得，俺跑得快得很。雪梅，你跟我在一起，我们两个在最前面，负责把盗猎者引进陷阱。大夫，俺在空中巡逻的时候发现西山垭口那边来了2个生面孔，不是之前那批盗猎者，穿的人模人样来，还扛着测绘仪。测绘仪？你确定？俺确定，那东西俺见过，跟盗猎者之前用的不一样，是那种架在三脚架上的，上面还有镜头，照着远处看，他们一边看一边在图纸上画。带路，我去看看。找到了，就是这儿，就是这儿。这2人不对劲。第一，越野车没有挂单位牌照，挡风玻璃后面也没有任何单位的通行证。第二，测绘仪器不是国家规定的标准型号，而是一种便携式的地质勘探雷达。这种设备通常用于找矿，而不是测绘。第三，也是最蹊跷的一点，他们测量完一个点后，会用喷漆在旁边的岩石上画一个骷髅头标记。正规测绘中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标记。大哥，俺见过这标记，盗猎者营地那个光头头怒目脖子上也有一样的蝎子，他们是一伙的。这不是测绘队，是盗猎者派来的探子，他们伪装成测绘人员，实际上是来踩点的。那个地质勘探雷达10有8九是用来探测冰层厚度和岩层结构的。他们在找白牦牛群。大夫，后面也有，他们把退路全堵了。大哥，你往后撤，俺给你盯着。硬拼不行，他们有枪，躲也不行。他们有人有装备，搜也能把我们搜出来。里面的人听着，这片山是我们公司承包的生态旅游区，你非法闯入，我们有权利控制你，乖乖出来，别自找苦吃。盗猎的居然说别人非法闯入，大哥，俺冲出去跟他们拼了！别冲动，他们有枪。朝经济群撤，我数到3，你们先跑，我断后。大哥，你呢？别管我。我数到10，再不出来我们就开枪了。1、2、3，跑！妈的！全山搜索，老子还不信了，这货能插翅膀飞了不成？他们是故意的，那2个测绘的是诱饵，目的就是引我出来。大哥，他们咋知道你在那儿？
他们不知道，但他们知道山里有个人类在跟他们作对，所以设了这个局，等着我自投罗网。不管我在不在那个位置，他们都会搜一遍。只是我们倒霉，正好撞上了。大哥，这下咋整？他们知道你在山里了，肯定会更疯狂的搜。那就让他们搜。来一个。俺昨晚去巡逻，熊洞方圆10里所有的兽道上都布了暗哨，至少6个人，每隔1个时辰换一班岗。不止暗哨，俺在水源地闻到了怪味儿，是工业级泻药。他们把药下到溪水里头，想先把大家搞虚团再动手。这群王八蛋，俺去跟他们拼了！别冲动，他们布暗哨下泻药，说明已经锁定了熊洞的位置，这里不能再待了。大哥，恁是说搬家？对，搬家。我那里有一个冰洞，在冰原上头，海拔5000米，普通人类没装备上不去，周围都是白牦牛群，任何闯入者都会被第一时间发现。就是他了，今晚就搬。2年前我来的时候，连一只雪豹都怕得要死。现在，我有了一大家子。陆大夫，五毛不见了！五毛，我的五毛！你回去等于自投罗网。盗猎者在熊洞附近布满了暗哨，你一出现就会被发现。大哥，让俺去找。我是追踪高手，五毛身上有只独特气味，俺找得到。好，你去找，铁翼在空中配合。黑壮，你远远跟着接应，一旦发现盗猎者，立刻撤，不要硬拼。交给恶！都怪俺没看好他。不怪你，五毛从小就爱乱跑，谁都看不住，他会没事的。找到了，在熊洞后头灌木丛里，他自个儿跑回去找玩具了。这是拌了高浓度农药的肉干。高浓度农药是强效神经毒素，对人和动物都致命。山上没有专业解毒剂，唯一的办法是立刻催吐洗胃，尽量排出毒物。五毛，你瞧瞧妈妈。别吵，让我专心。这是用甘草、绿豆、金银花等7种药材配成的，能中和一部分生物键毒素。撑住，撑住，毒素排出来就好了。命保住了，但如果农药再烈一点，或者再晚半个时辰，大哥，多谢你啊！肉干是在哪儿找到的？在通往熊洞的每一条收路上都撒了，俺至少看到了10几处。他们知道熊洞里幼崽多，专门用毒肉干引幼崽出来。这群人连没断奶的幼崽都不放过。五毛的恢复比预想中快，虽然走2步就打晃，但至少证明毒素在慢慢排出。大哥，你在想啥？我在想，爷爷说过一句话：医生手里的东西永远只能救人，不能害人。
那你想咋办？但不害人，不代表不能吓人。这是爷爷当年用来治牲口寄生虫的配方，对人没毒，但吃了之后那滋味够他们受的。恩人，你想让俺干啥？今晚你去盗墓者营地，把这包粉末撒在他们的储水桶旁边，用爪子在水桶盖上留几道抓痕，让他们以为是动物投毒。简单。大夫，你猜咋了？营地那边鸡飞狗跳，6个人同时上吐下泻。光头男以为自己被动物投毒报复，吓得把所有食物和水全扔了。他打电话说什么？钱总，货还没到手，我人快没了。然后他就带着手下紧急下山去医院洗胃了。嘎嘎，活该！啥？那群王八蛋跑了，俺还没出力呢。大哥，你这招太损了，不过俺喜欢。他们只是暂时退了，还会再来的，但我们多了几天准备时间。铁翼，继续盯着他们的动静。白风，把冰原的防御再加固一层，所有人抓紧时间。爷爷，您教我的东西，我全用上了。您看着吧，这座山，我来守。这是我们牛族世代相传的迷魂阵，当年用来抵御狼群的。人类进来，至少困他2个时辰。结实吗？冰墙里面掺了牦牛毛和碎石，比纯冰硬3倍，雄牛1巴掌拍上去都裂不了。石头不大，砸不死人，但能把人砸晕。大哥，这石头能行吗？别到时候滚不下去。你放心，我算过角度的，只要绊到绳子，石头肯定往下滚。熊妞，你和马路群在密林里踩出真假交错的小径，真路通向安全区，假路通往悬崖或荆棘丛。每条岔路口都用不同的气味做标记。好嘞，好主持尖得很，踩上去砸穿鞋底，疼得嗷嗷叫，但是找不到伤口在哪儿，因为刺太细了，拔又拔不干净，够他们受的。用吧用吧，俺每年脱好几斤，留着也是浪费。爷爷，我现在有一大家子了，雪豹一家6口，熊族20几头，白牦牛群50多头，马路护卫队、金雕族、猫头鹰夫妇，白尾柴一家4口，还有那只雪狐，隔3差5就来找我换药。我在这儿也有家人了，也不知道您在那个世界过得好不好。暴风雪，所有人进洞深处，快！他们把我当家人，不是因为我救了他们，是因为我从来没把他们当畜生。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想过回原来的是这件事了。当初我上山是走投无路，后来留在山上是因为找不到回去的办法。可现在我留在这里，又是因为什么呢？不走了，哪儿也不去了，这里就是我的家。爷爷留下的草药已经用掉了大半，特别是治疗外伤和感染的几味关键药材所剩无几。硫磺粉只剩1个平底，苦参只剩3根，止血粉最多还能用2次。
我得下山一趟。不行，盗窃者虽然暂时退了，但山脚下还有他们的眼线。你现在下山，等于是送死。我不去山下的人类聚居区，我去山脚的废弃护林站。我刚来的时候，在那里住过半个月。记得库房里还有一批没用完的物资。俺陪你去。不用，你目标太大，容易暴露。我带铁衣就行，他在空中放哨，能提前发现危险。大夫，俺跟你去，俺的眼睛比谁都尖。发了！这盒抗生素够用半年。大夫，有人来了！山下方向，一个人穿着登山衣，正朝这边走。大夫，这人不对劲儿，这附近根本没有登山路线，他从哪儿来？我不知道，但如果是真的登山遇险者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万一是盗猎者派来的呢？有人吗？救命！俺是登山队的，遇着雪崩了，5个人就剩俺一个活着。谢谢你。俺在山里转悠了6天，差点就死了。你是哪个登山队的？走的哪条路线？俺们是巅峰户外的，走的北峰新线。没心思碰上雪崩，全队都散了，就剩俺一个活着出来。前几天听金雕说，北坡3天前发生了大雪崩，整条路线被埋，根本不可能有人活着走过来。而且北坡新线距离这里至少隔了2座山，这人是怎么走过来的？这人手上虽然有冻伤，但虎口的剪子位置不像是我登山杖磨出来的。登山杖的剪子在掌心下方，而这人的剪子在虎口和食指之间，更像是长期握枪或者握刀留下的。蝎子会长，他和盗猎者有关。喝完了吗？我再给你盛一碗。兄弟，你一个人住在这山里，平时怎么生活呀？住山洞，打猎采药，能活。这山里野兽多吧？你不害怕？习惯了就不怕了。他们也不怎么招惹我。你来这山里多久了？快3年了。3年，够久的。你不想回去吗？人类的世界，原来的生活，习惯了山里的日子。回去也不知道干啥。兄弟，你在这山里碰见不少动物吧？我听说山里有个守山人，专门跟盗猎者作对，帮了不少动物。你听谁说的？来之前听山下的人说的。兄弟，你要是不想在这山里待了，我可以帮你。我在山下有关系，能帮你重新融入社会，安排个工作，落个户口都不是问题。这不像普通登山者会说的话。这人有问题。天快黑了，我得回去了。你在这里休息一晚，明天顺着那条路往下走，半天就能到山下的村子。没错，就是你。老板说了，谁抓到这个多管闲事的守山人，赏50万。目标确认，是照片上的人，同志光头，收网。他是盗猎者团伙派来的探子，目的就是确认我的身份和位置。之前所有的平静都是假象，盗猎者一直在等这一刻。大夫，山下来了8辆铁皮车，比上回多了1倍，每辆车上都有铁笼子和长家伙，他们把所有下山的道都堵了。8辆车，这是要把整座山围死，硬拼绝对不行。盗猎者有备而来，装备比上次精良得多，躲避也撑不了太久。他们有专业搜索装备，甚至可能有热成像无人机。唯一的办法是利用昆仑山的地形和动物们的优势，打一场不对称的阻击战。飞回去通知所有族群，启动1号应急方案，
让猫头鹰和白尾柴过来找我，我在老地方等他们。小子，这包里是咱家祖传的驱兽散配方，不是毒，是让野兽闻到就躲开的猛药。医生手里的东西，永远只能救人，不能害人。但如果有一天你遇到要害你的人，这包药能给你争取一个逃跑的机会。爷爷，对不住，我不是要害人，我是要保护家人。大哥，天意说山下8辆车是真的？真的，他们把整座山围了，这次是动真格的。那咋整？跑也跑不掉了。跑不掉就打，但不是硬打。我要把他们引进一个口袋阵，让他们进得来，出不去。白尾柴，你对地形最熟，我要你带人去每一条兽道上布豪猪刺和荆棘条，越多越好。猫头鹰，你带夜行鸟类在空中巡逻，随时报告他们的位置。雪梅，你跟我在一起，我们2个在最前面，负责把他们引入口袋，然后其他动物，你们给其他同伴们传达一下，这就是我们的昆仑山守护计划。大哥，你确定能行？不确定，但要尝试，才知道行不行。盗猎者这次是动真格的，8辆车，几10号人，还有无人机和热成像。他们想把整座山翻过来，我们不能硬拼，只能智取。大哥，你就说咋干吧，俺们听你的。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我们有一个1号方案。现在是时候启动了。盗猎者要上山，有3条路，最宽最好走的是鹰嘴崖山道，他们一定会选这条。我在那里设了第1道防线，碎石路障、豪猪刺、荆棘条，还有金丢群的辣椒粉空袭。辣椒粉俺们都准备好了，干过客装了满满一筐，保证让他们增不开念。如果他们过了鹰嘴崖，第2道防线在冰墙。白风，你带白牦牛群堵在路上，用牛角敲击冰面，不要真的引发雪崩，只要制造出雪崩的假象，把他们吓退。明白。冰面敲击的节奏俺们练过，声音足够大。如果他们还不退，就把他们引入口袋阵，就是老鹰沟东边那个3面岩壁的山坳。熊群埋伏在崖顶，用雪球和臭弹招呼他们。等他们进去了，就把出口堵死。白尾柴，你对地形最熟，你带柴王群在每一条兽道上撒豪猪刺和荆棘条，尤其是盗猎者可能藏身的灌木丛，刺要埋在雪下面，让他们踩上去。要得，俺早就准备好了，豪猪刺攒了一大堆，保证让他们走一步砸一步。猫头鹰，你带夜行鸟类在空中巡逻，盗猎者的一举一动，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，尤其是他们的无人机什么时候升空，往哪个方向飞。放心，夜里是俺们的地盘，他们打瞌睡的时候，俺们看得一清二楚。雪梅，你跟我在一起，我们2个在最前面，负责把盗猎者引进陷阱，我当诱饵，你掩护。大哥，你当诱饵太危险了，他们有枪。正因为有枪，他们才会追我。他们想抓的就是我这个多管闲事的人类。只要我露面，他们就会跟着我走。最后一道防线，也是最关键的，口袋镇山坳的崖顶，熊群埋伏在那里。等盗猎犯全部进去了，就把出口堵死。记住，用石头和树干堵路就行，不要伤人。等他们被吓破了胆，自然会退。大哥，你放心，俺们熊族办事儿靠谱。各就各位，明天天一亮，盗猎者就会上山。我们要让他们知道，这座山
有主了。大哥，你说我们能赢吗？不知道，但不去试试怎么知道？盗猎者要害这些生灵，我就要挡在他们前面。不管结果如何，至少我拼过。大哥，俺跟着你，不管前面是啥，俺都不怕。我也不怕，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，我们是一大家子。走吧，雪梅，该准备了。明天有一场硬仗要打，走吧。都麻利的，别磨叽，这玩意儿沉得很。西京厨子来嘞，都打把手，把路堵死，绝不能放过去。都藏好哈，保证给龟儿砸得跳。刺都在这儿了，省着点用。我也来帮忙。记住，朋友们，我们的目标不是伤人，是让他们知难而退。所有的陷阱都只能制造皮肉伤，不准致命。我们要让他们明白，这座山不是他们想来就能来的。恩人，当初你救了俺的命，今天俺们用命护着你。别说丧气话，谁都不会死。盗猎者要上山，只有3条路可走：西边的鹰嘴崖山道，东边的鹰河峡谷，还有北边的老鹰沟。鹰嘴崖最窄，只能过1辆车，是他们的首选。俺们在鹰嘴崖堆了碎石路障，后面拴了牦牛毛绳索。他们搬石头的时候，金雕群会从崖顶俯冲，用辣椒粉招呼他们。好，如果他们过了鹰嘴崖，第2条防线在冰墙。白风，你带白牦牛群堵在路上，用牛角敲击冰面制造雪崩的假象，不用真雪崩，只要让他们以为要塌了就行。明白。如果他们还不退，就把他们引到口袋镇里去，那个3面岩壁的山坳。熊群在崖顶埋伏，等他们进去了就把出口堵死。记住了，吓住他们就够了，不要伤人。恩人，你是人类，为什么要帮我们对付人类？因为你们不是畜生，你们是我的家人。家人有难，哪有袖手旁观的道理？恩人，俺这辈子跟定你了。来了，8辆车已经进山了。各就各位，该干活了。都给我盯紧了！那个守山人就在山里，找到他，打断腿。老板说了，谁能活捉那头最大的白牦牛，奖金翻倍。老大，前面的路被堵了。肯定是那个守山人干的！所有人下车，搬石头！啊！什么东西打我脚了？这他妈是谁干的？有埋伏！全体注意，是那个该死的守山人，戴上护目镜和口罩。这才刚开始，坏人们，瞧着吧！昆仑山不是你们可以随便撒野的地方。所有人戴上防毒面具，幸好车上备了几套。老大，前面有东西，给我打！麻醉弹准备。雪豹，快掉头！快掉头！徒步前进，
所有人徒步前进！我就不信了！把无人机放出来，我就不信找不到别的路。陆大夫，我看到有铁鸟在天上飞，嗡嗡的。那是工业级侦察无人机，配备热成像摄像头，能从空中锁定任何恒温动物的位置。动物们的热信号在雪地上会格外明显，无人机一飞，所有埋伏点都会暴露。铁翼，能对付那些铁鸟吗？大夫，你就瞧好吧。找到你了，他在东南方向的那个山坳里。所有人，给我围过去！不好嘞，他们朝这边来了。铁翼，你去通知熊群，按计划行事。交给我。来吧，我精心为你们设计的口袋阵。这个山坳三面是陡峭的岩壁，最高的地方有10几米，几乎垂直，只有一条狭窄的入口，宽度刚好够2个人并排走进来。底部铺满了厚厚的枯叶和松针，下面是冻得硬邦邦的冰层。这一次，得给你们点颜色瞧瞧。什么东西？糟了，中计了！你们不是喜欢动物吗？给你们来点动物特产，让俺们好好招待招待你们。这些雪球里面是白尾给你们特制的礼物，用发酵野果和烂泥巴混合的臭蛋。接住喽！老子疯了你们！黑壮，趴下！小子，你有种，为了几头畜生，连命都不要？他们不是畜生。他们是我的家人。回去告诉你们老板，昆仑山有我守着，以后别来了。如果还敢来，就不是今天这么简单了。一个人类，为什么要帮着畜生？这是我爷爷，一个当了一辈子兽医的老人。他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：医生这行，救的是命，不分人畜，万物有灵。你伸手拉一把，就是积德。我没有帮畜生。我帮的是这座山上每一个生灵，包括你们。你们的手上沾了多少血，你们自己清楚。我不害你们，是看在同为人类的份上。但如果你们再踏进这座山一步，下次就不是雪球和臭蛋了。我从一开始就留了这一手，但我没有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杀人，你们还不值得我脏了手。走吧，你们的路障我们会在1个时辰后清除，够你们开车下山。再往上走，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。大夫，盗猎者的车队已经在往山外开了，看来他们知难而退，全跑来。爷爷，您看到了吗？我做到了。大哥，你咋了？赢了还不高兴？光头男撤退前，
我听到他对着对讲机说了句话。啥话？对讲机里传出一个声音，让他先撤，别把事情闹大。那个声音不像普通手下，语气里带着命令的意味。大哥，俺偷听到了更多。光头蓝馆那个人叫钱老板，还说账本和客户名单都在我身上。老板放心。这伙盗猎者背后果然还有人，就是那个想把白风抓去放血的钱老板。拿自己的命当命，却不把动物的命当命。陆大夫，俺看见山外面又来了好几辆大车，比之前的都大。领头那辆是黑色的，停在老鹰沟那边了。车上下来一个穿皮大衣的胖子，光头男对他点头哈腰的，像条狗一样。那俺眼睛尖得很，挂着一根金链子，手指上戴着3个戒指，一看就是有钱人。来就来呗，俺们还怕他？再来一次雪崩埋了样的。这次不一样，老板亲自来，说明他要亲自坐镇指挥。他带的装备肯定更厉害。你们想想，光头男只是他的手下，手底下就有无人机和麻醉枪。老板本人会带什么？而且他手里有账本和客户名单，这些证据必须拿到手。否则就算我们把这一伙人赶跑了，换个地方，他们照样能招一批新人，从头干起。大夫，那咋才能拿到账本？你看见他们营地里有那种带大锅盖的天线吗？就是能打电话到很远地方的那种。好像有一根杆子，顶上顶着一个圆球，圆球球下面还有一根细杆子，杆子上绕着线。那是卫星通信设备，只要能弄到那部卫星电话，就能向山外报警。昆仑山虽然偏僻，但卫星电话的信号能打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。警察来了，这伙人就完了。铁翼，你把营地的布局仔细说一遍，帐篷在哪儿？车停在哪儿？哨兵站在哪儿？营地位于老鹰沟深处一片相对平坦的河滩上，三面环山，只有一条路进出，易守难攻。营地中央最大那顶黑色帐篷肯定是老板钱万坚的，卫星电话十有八九就在他身边。但问题是，帐篷周围全天候有保镖巡逻，俺问过了，至少有4个人2班倒，连只老鼠都钻不进去。俺能悄无声息地绕过哨兵，但帐篷的拉链是从里面拉上来，爪子打不开，总不能把帐篷撕了吧？一撕就出声了。夜宵，你们能从天上看到帐篷顶吗？有没有通风口或者天窗？夜里巡逻的时候注意到，那顶帐篷顶上有个用纱网封住了透气筒，不大，大概有脸盆那么宽。纱网是用绳子绑的，爪子能撕开。够了，脸盆大小的透气孔足够我们把药粉吹进去了。大哥，你这是要做啥？吹笛子啊？这是我爷爷传下来的神仙岛，一种强效安神药粉，有人吸进去能睡死2个时辰，对身体没害处。醒来之后跟没事人一样。我们要做一根超长的吹箭，从帐篷顶上的透气孔把药粉吹进去，等里面的人都睡着了，再进去拿电话和账本。大哥，你这招也太损了吧！损是损了点，但不伤人，比他们干的那些事儿强多了。黑庄，你去熊洞后面挖一种粘性极强的黄土，那种土我见过，掺了水之后跟胶水一样粘，晾干了硬得像石头。挖一桶回来。好嘞。白尾柴，你把黄土搓成细长条，大概这么长，大约半米，中间要空心，当吹弹的管身。要得，俺搓绳子搓得溜得很。雪梅，你去叼几根空心草的茎秆回来，那种草长在冰裂缝边上，茎是空心的，又轻又直，正好当吹弹的内管。俺知道在那儿，天亮之前就回来。夜宵，你们夫妻俩明天夜里跟我去营地。吹箭做好了之后，你们抓着吹箭悬停在帐篷顶的透气孔上方，把药粉吹进去。放心，俺们夜里看得清。风也问爷爷，您留下的这些东西
一件一件都派上了用场。您是不是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？大夫，帐篷里的灯灭了，鼾声可大了。哨兵在营地门口打瞌睡了，还有1刻钟换岗。东北角那个哨兵已经靠着树睡着了。叶修，你先上，记住一定要顺风，药粉要吹进透气孔中间，不能飘散了。你老婆在你后面补一吹，确保剂量够。放心。帐篷里的鼾声变节奏了，听着节奏，看来速效发作了，至少3个人全都睡死了。老板，你醒醒，有情况！老板被人下药了，给老子搜，一只苍蝇都不要放出去！这保镖的警觉性太高，我必须趁混乱还没完全扩散之前，立刻冲进去拿电话。走，贴地面，从阴影里摸过去。谁在那里？站住，不然开枪了！救命啊！有狼咬我啊！抓到人没有？那边什么情况？好像有个人被狼拖走了。我看到一个影子滚进灌木丛，里面有狼叫声。废物！别管闲事，赶紧去查帐篷里的情况，守住帐篷门口，谁都不许进去。是。幸好来之前准备了进了醋的棉布，能中和药粉的效果。卫星电话、账本、U 盘都在这里了。爷爷保佑，让我顺利拿出去。田老板，你醒醒！出事了！有哨兵说看营地外面有动静，好像有人跑过去了。钱老板，你醒醒！什么味儿？安神香？这帮废物连熏香都点不好，点这么浓是想把人熏死吗？拿到了，走。营地外围的哨兵刚刚换岗，有30秒的空窗期。正门方向的哨兵背对着你们，快走！终于可以报警了，这伙盗猎者马上就要完蛋了，1000万多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大哥，不好了！光头男他发现电话丢了，正带着人沿气味追踪，他们有猎狗，跑，往边缘跑，那里气温低，气味散得快，猎狗的鼻子在那里不好使，快！跑！你跑不掉的！把电话交出来，老子饶你一命，要不然逮到你，有你好受的。大夫，追兵距离不到1片米了，猎狗跑得最快，已经甩开后面的人一大截，再这样下去，不到1整个功夫就会被追上。恩人，你继续往前跑，俺们给你断后。兵篇上，俺们跑得比他们快。不行，他们有枪。你们虽然是件妙牛，皮厚，但麻醉弹也能打穿，不能硬拼。不会硬拼。恩人，你听说过冰雾吗？冰原上有一种自然现象，只要用牛角敲击冰面产生震动，地下的冷空气就会释放出来。遇到暖湿气流形成浓雾，雾浓的时候能见度不到2米。俺们祖祖辈辈都用这招躲避狼群。你能制造冰雾？能，但需要10几头牦牛同时踩冰面，震动越大，雾越浓。那就快做！该死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都别乱跑，跟随我！给我搜！他肯定跑不远！把热成降液拿出来！您好，报警服务台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？
我叫陆骁，我在昆仑山老鹰沟附近，这里有一伙盗猎团伙，组织严密，装备精良，至少有30人以上，持有枪械和麻醉枪。他们的头目叫钱万贯，是个富商。我手上有他们的账本和客户名单，可以作为证据。我现在用的是卫星电话，他们正在搜捕我，请你们尽快出警。好的，我会立即通知当地警方和森林公安，你要注意自身安全，不要与犯罪分子正面冲突。够用了，警察很快就到，但我们得撑住这最后一程。盗猎者发现证据丢了，肯定会狗急跳墙，得想办法把他们拖在营地里，等警察来。大哥，咋拖？俺们去跟他们干一架。不用硬干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来一出空城计，让他们以为自己被包围了，不敢动。咋制造被包围的假象？你们不就是最好的演员吗？天亮之前，我要让钱万彤以为整座昆仑山的动物都来围剿他。要得，俺去召集所有能跑的，熊族、雪豹族、牦牛族、马鹿族、豺狼族，一个都不能少，一个都不能少。爷爷，这伙人跑不了了，我一定要守住这座山和我的家人们。废物，连一个守山人都对付不了，卫星电话丢了，账本也丢了。你知道那里面有多少客户的信息吗？要是落到警察手里，咱们全得进去。老板，那小子太滑了，而且他身边有动物帮他。动物？你是说几头书生八爪的团团转？废物！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山外警察正在赶来，卫星电话在我手里，证据也在我手里。想减刑的，现在就放下武器走出来，不要做无谓的抵抗。别冲动，外面不知道有多少人，我们先稳住，等机会。警察不一定真的来了。这个空城计撑不了多久，一旦盗猎者反应过来，外面只有动物，就会拼死突围。他们有枪，动物们不是对手。这里路况复杂，报完警，警察最快出警到这儿也得2个小时，我得尽力拖延住时间。陆大夫，山下来了好多车，红蓝灯，警车至少有10几辆，已经到3家了。嘿嘿，想跑没门儿！俺早就把钥匙藏起来了，你们找得到算你们本事。跟他们拼了！老大，别打了，外面全是警察，我们完了。完了，全完了。我的生意，我的钱。你就是报警的那个守山人，你一个人带着一群动物，把这几10号人困了这么久。他们不是动物，是我的家人，没有他们，我早就被抓住了。谢谢你，守山人。这些证据足够判他们10年以上了。谢谢你，年轻人，保护了这些动物们。警官，我能申请保留这部电话吗？用来和你们保持联系，定期报告山里的情况。可以。你到底怎么指挥动物的？难不成你能听懂他们说话？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能听懂他们说话吗？钱老板，你不是说白牦牛血能治你的癌症吗？我现在告诉你，你得的不是癌症，是贪心，贪心没晚治。
爷爷，我们赢了。我们会依法严惩盗猎者，但后续需要你配合做笔录。他想起了2年前，爷爷的药箱带他来到这个陌生的平行世界。从救下那只难产的雪豹开始，他救了雪豹，救了熊王，救了马鹿，救了金雕，救了猫头鹰，救了雪狐，然后又带着这些动物一起对抗盗猎者，把他们送进了监狱。大哥，你在想啥嘞？我在想，如果当初没有救你，我可能现在在那个罩所里混日子，等着哪天能回去。是你改变了我。大哥，是你先救了俺，没有你，俺和6个娃都活不到今天。大夫，俺在千万关帐篷后面的垃圾堆里翻到的。那垃圾堆里有好多东西，但这个盒子不一样，上面的花纹跟你月相很像。俺觉得重要，就调回来了。陆远山，那是爷爷的名字。3月12日，在西山崖壁发现一只受伤的马鹿，后腿被钢丝绳勒断，用草药敷了7天，终于能站起来了。我给它取名叫花脚，它走的时候用脚蹭了蹭我的手，像是在说谢谢。5月20日，白牦牛群来巢所附近吃草，领头的那头白牦牛特别大，牛角比我的胳膊还粗，它看了我一眼就走了。但第2天给我叼来了一捆草药，是雪灵芝，长在悬崖上最难采的那种。8月3日，暴风雪封山，我被困在罩所里出不去，半夜听到外面有挠门声，开门一看是那只雪豹，它嘴里叼着一只冻死的野兔，放在我门口就走了。从那以后，它每隔几天就来一次。找到一个绝佳的避风洞，冬暖夏凉，里面还有一条暗河，水是甜的，以后当据点用。我把药箱里的银针埋在洞口石头下面了，后来的人如果找到，就知道我来过。9月15日，今天是我在昆仑山的最后一天，那道金光又出现了，我知道他要把我送回去了。10年了，我在这座山上住了10年，我发现好像只有我能听懂动物们说话，正因如此，我可以对症下药。没有药的时候，我学会了用这座山上独有的草药治病。我舍不得走，舍不得这座山和这座山的动物朋友们，但那边还有我的家人。小子今年刚满月，我这个当爷爷的还没好好抱过他。我把这10年的经验都写下来了，留给后来的人。万物皆有灵，救命就是在给后辈积德。等我回去了，我要把这身手艺全交给萧子，他叫陆骁，骁是云霄的霄，我希望他能飞得比我还高。原来爷爷当年也来过这个平行世界，爷爷的守山员经历，爷爷的兽医手艺，爷爷那句万物有灵，全都是在昆仑山上和这些动物的祖先们一起练出来的。那个药箱之所以能带我穿越到这个世界，不是因为什么超自然的力量，而是因为爷爷和这座山，这些生灵之间有斩不断的缘分。爷爷，万物皆有灵，我终于明白了。
爷爷，小子，你长大了。爷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您是不是也来过这个世界？我年轻的时候当守山员，有一年暴风雪封山，我在哨所里昏迷了3天3夜，醒来就到了这里，在这座山上住了整整10年，慢慢的还能听懂动物们说话，学会了用这座山上独有的草药给他们治病。那些动物教会了我很多东西，他们教会我什么是忠诚，什么是感恩，什么是家人。那您后来怎么回去的？后来有一天，也是这样的光，把我送回了原来的世界。我醒过来的时候，躺在哨所的地板上，外面雪停了，天晴了。我以为自己做了一场梦，但我的手上有草药的味道，药箱里多了几株昆仑山特有的雪莲花。我知道那不是梦。回去之后，我结了婚，有了你爸，后来又有了你。我把一身手艺传给了你，把药箱也留给了你。我一直相信，如果你有一天也来到了这里，那一定是命中注定的。这个药箱里的人心2字，就是连接2个世界的钥匙。小子，你做到了，你比我当年做的多得多。你救了那么多动物，你还联合他们一起对抗盗猎者，把他们送进了监狱。这座山交给你，我放心。爷爷，我想留在这里，这里的家人他们需要我，但我也担心你，因为你也是我的家人。我知道，我刚才不就说了吗？这座山交给你，我放心。你去吧，照顾好他们，也照顾好自己。你不用担心，有你爸和你哥照顾我呢。小子，记住，不是动物会说话，是你的人心让你能听懂他们想说的话。不是动物会说话，是我的善良让我能听懂动物的心声。爷爷传给我的不是药方，不是医术，而是一颗人心。有了这颗心，我就能听懂万物的声音，就能和他们做家人。爷爷，我悟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不走了，这里就是我的家，你们就是我的家人。陆骁同志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钱万盘等人已经移送起诉，你提供的证据起了关键作用。检察院说，这是近10年来破获的最大一起盗猎案件，警方正在申请给你颁发见义勇为奖。谢谢警官，我不需要奖，保护动物，人人有责吗？爷爷，您看这一大家子，热闹不？